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以台湾来说，这段期间台湾虽然在防疫的部分受到各国的肯定但我们看到这个台湾还是内部有许多人我们有人说扯后腿了，当有人认为说本来民主国家就是如此大家有不同意见，绝对没有完美这件事，所以本来就对于政府的防疫的各种手段跟过程予以批判、予以监督，这同样也是民主国家的一些日常。整个来说，虽然西方社会多为肯定但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满足？为什么台湾还是有人在批判我想就从老师您的高度您怎么来看待？如果以我们刚刚提到中国的防疫跟台湾来做一些比较，您怎么分辨，或者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我就用前面提到那个 Forbes 杂志上的文章来说哈，这篇文章指出应对疫情，世界各国有2种方法，就是开放政策和封闭政策。那民主国家呢，基本上都属于开放政策，台湾也属于这一类。那么中国是坚持独特的封闭政策的。那么这2种政策呢，基本上是制度决定的。民主国家很难采取中共的做法，但是呢，在国境管控方面，民主国家也会采取暂时性停止航班飞行和禁止外国人入境的措施。那么，在民主国家，民众是否愿意主动配合防疫、自动的居家隔离、减少外出，一定程度上是反映出不同国家民众的自律程度。那这种自律行为呢，与民众的生活习惯有关，也与民众的公民素质有关。我想台湾的这个防御策略既体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精细管理水准，也体现了民众的优秀素质。那对比其他民主国家，比方美国，从联邦政府到镇政府，美国的各级行政部门的管理能力显得明显的落后。而台湾的防疫比较成功呢，对台湾的经济没有构成多大的冲击。但是有时候疫情会被拿来作为政治炒作的内容，所以可以说，不是台湾的公民的素质在防疫过程中比较差，而是某些政党或者政治人物的素质比较差。那这一波疫情呢，确实是比前半段的病毒危险性低很多。BBC 今年1月6号有一个报道说这个 Omicron对有些人来讲似乎就像是感冒。那比较常见的症状呢，就是包括喉咙痛、流鼻水和头痛。那么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专家金东彦接受 BBC 采访时候说，他说 Omicron 的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比较高，但病毒量很低，来得快去得也快，还容易导致漏检。那由于病毒载量低呢，奥密克戎病例也是以轻症或者无症状为居多，容易也造成隐秘性的传播，不过病死率比较低。那路透社1月18号的报道是说，由于奥密克戎病毒显示出弱毒性，所以对生命的危害程度比以前的新冠病毒要轻很多。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当中除了中共以外，普遍有放松防疫的倾向。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呢，这个奥密克戎的特点是传染性很强，致命性较低，所以世界各国政府正在放宽隔离规定，重新评估防疫的限制举措，缩减疫情时期的紧急支持举措，那试图呢让经济恢复到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那么民主国家现在是聚焦在要推广这个接种加强针，就是第3针。那有证据显示呢，加强针呢是可以对住院、重症和死亡风险呢提供比较明显的保护力。但是我在美国注意到，最近美国国内出现了关于加强针副作用的争论。那美国这个疾病防控中心就是 CDC， 它的负责人叫 Fauci 呢，他是阻止美国医学界指责中共是病毒来源的，这个行为很可疑，也引让很多人不信任拜登当局。所以呢，他们也对美国行政部门和联邦的疾病防控中心的角色表示怀疑。那再加上不久前
拜登颁布了强制注射加强针的总统令，结果被告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拜登的总统令违宪，所以结果拜登这个总统令要注射加强针的总统令就失效了。然后拜登事后只能说呢，说你们不要理最高法院，但实际结果是啊，现在很多美国人不理拜登了，就你讲什么我们根本不听，什么总统令，滚到一边去。那即便是在民主党执政的州，州政府也只能建议推荐民众注射加强针，但很多民众根本就不听，所以现在可能美国接种加强针的比率会比较低。那总体看来，世界各国的防疫政策会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其中的一极其实很小，就是中共和北韩，还会仍然的顽强的实行所谓的强制隔离和封堵。那么另一极就是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开放政策。那在西方国家里呢，现在对防疫开放最彻底的是英国。1月19号，英国首相 Johnson 宣布啊，结束与新冠肺炎相关的防疫措施。他表示说，英国政府已经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进入重症监护室的人数正在下降。然后奥密克戎病毒的感染浪潮现在可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顶峰，因此英国政府决定从1月27号起，在人群密集区域，相信民众的判断，不强制，但是建议民众用口罩，不再要求居家办公。那民众进入公共场所时，也不再要求出示疫苗接种证。关于自我隔离的法律，在英国是3月24号到期就失效。实际上，奥密克戎这个病毒的新特点对各国的防疫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就是如果感染病例度过了最高峰，病情呢多数以轻症或者无症状，那么再加上住院率低，病死率也都降低，那就有可能不一定需要采取那么严厉的防范措施了。所以今后啊，全球的防御策略当中可能会出现第3种策略，就是与病毒共存。那很可能是会在欧美国家被接受和采用，然后再成为大部分国家的主流防御策略。是，我想